老实点，局长。局长，你是这儿的负责人？是我。你听命于谁？我。你给我想明白了，这个雷不是你一颗脑袋扛得起的。雨夜幕后的老板好像姓陆，是四海集团的一个头头，叫陆大春。陆大春。带走。走。电局，刚刚已经做了初步调查，没人发现邢娜。伟哥，大部队回信说，他们攻进了梁泽浩领去的那家精神病院，那里就是关押女孩子们的基地。以精神病院，他只是做了个伪装，那里找到的证据全都是指向刘大顺的，完全没有其他人的痕迹。目前梁泽浩还在逃。马上就来，等着我啊！不要走，求求你放了我吧！求求你，不要走！小娜呢？我他妈问你话呢！姐，不可能啊！钥匙呢？手铐钥匙呢？泽浩，你怎么在这儿？大哥，你没事吧？你一个人在这儿，我放心不下。放心不下，我送你最后一程。
3号晚上9点。海警官，你为了救邢娜，竟然叫陆大春把所有的罪名都推到我的身上。大哥，你是一个人民警察呀！哎，你说你人民警察，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啊！你太坏了！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很简单的。派人把这个警察给我扔了，其他的我来安排。我再说最后1年，只要邢娜能回来，我保你1条命。我甚至可以帮你把所有的罪名都推到梁德浩身上。这样一来，你想想，整个梁氏集团就是你一个人的。但如果邢娜回不来，我一定亲手弄死你。台警官，我是陆大春。邢娜在哪？我同意你的计划，我可以把邢娜交给你，但是你要交给我的是给我开一条高速公路的绿色通道。考虑一下。好，从现在开始，你给我盯住了陆大春。好的，部长。哎，二位，来坐。找我有事儿？是局长，我得跟您坦白一件事儿。我见陆大春了。是吗？但他提出了要求，只要放他一条生路，只要他能活着，邢娜就能活。那其他的女孩呢？他跟我说，其他的女孩都在梁泽浩的手里，只要我们能放了他，他就给我们消息，我们就可以抓捕梁泽浩。那你怎么看？局长，娜娜已经失踪半个月了。我真的我等不了了，我宁可脱了这身衣服，我也得把她找回来。你对这个计划有把握？应该没问题。行，我这就给你开出境证明，你直接到交警队，直接找赵大队长。好，给。自从听了你和边平的对话之后，我就一直在布这个局。你也知道，基地的事儿，平时我都是叫长庚给我路面打理的，所以我很容易就能让他放出风来，说幕后老板就是陆大春。幕后的老板好像姓陆，叫陆大春。蔡警官，你本来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牛逼啊？又跟踪这个，又跟踪那个的，又是秧歌，又是戏的，结果完了吧？好不容易找着个基地，结果幕后老板现在是个死人。邢娜在哪儿？跟你说实话，蔡警官，邢娜我已经交给他了，是他自己太笨，弄丢了而已。好。把人放在我车上。好。
是我不懂事，我小。春哥，好了。我在菲律宾等你，哥。你到底要把邢娜怎么样？蔡警官，不要着急嘛。邢娜现在在一个无比安全的地方，在那里，她将受到无微不至的照料。在那儿，她马上就会完成一次人生中最伟大的转变，成为一个母亲。你就是个疯子。没错啊，我他妈真是个疯子啊！台警官，10年前我被邢局长抓进去，怪就怪邢娜这个好爸爸。台警官，其实我也是个受害者，是邢志森把我逼疯。你就他妈是个畜生！哎，你说，堂堂公安局长的女儿，连个男朋友都还没有，就要当妈妈了，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儿。货不错，我会好好用的。推到手术室。不管你之前经历了什么，我劝你现在收手。你告诉我，邢娜到底在哪儿？好，我给你问问看啊，她现在是在病床上呢，还是在手术台上？喂，啊，估计照完膀胱了吧？都开心点儿，都高兴点儿。再过几秒钟，这世界上就会有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大家跟我一块倒数：3、2、1。
这啥个侦查吗？我怕个屌！前2天负责跟踪的同事啊，回来给我们带来这么个信息：那天陆大春开车刚刚离开本市了，就回到他的老家陆家村了。几年前还是国家贫困村，但是就用了这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变得让整个村子富起来了。说搞什么特色产业，你说一个穷山村哪有什么特色产业？要是真有，那他早些年干什么了？那个山洞叫什么名字？龙尾洞。回来啦？怎么样啊？这什么意思啊？啊？还要排队？啊？我的加湿器坏了。工作单位不能用加湿器，档案不都湿了吗？啊？那拿回家用去啊。既然梁泽浩想听点什么，那我们就给他点什么。将计就计。没错，梁泽浩在你身上装了窃听器，我们可以正好利用这个，在梁泽浩和陆大春之间做点文章，让他们的关系再出一条裂缝，越来越深。你到底有什么打算？今晚使陆大春什么都不问，一夜之间让他完好无损的回去。梁泽浩疑心重，与陆大春素来有梁子，他必定会怀疑陆大春向我们透露点什么。但是这次警察局对陆大春那儿特别的奇怪，空调吹着，盒饭吃着，像对待自己人一样。这样一来，陆大春和梁泽浩的关系就又搭上了一层梁子。离间计。姐，接下来由你出面。出面？与陆大春进行一场交易。交易什么？给陆大春透露我的口风，让他知道，用邢娜的一条生路可以换回梁家的一条生路。你以为我不担心邢娜吗？你少来这套！我告诉你，这事儿我负责，我才是刑队队长，陆大春绝不能放。我会向编剧汇报的。爱找谁找谁，跟我没有关系，随你便。我告诉你，方木，邢娜要是回不来，我一枪崩了你。小花，你得主动找他一趟。我再说最后一遍，邢娜安全回来，我保你一条命。我甚至可以帮你把所有的罪名都推到梁泽浩身上。这样一来，你想想，整个梁氏集团就是你一个人的。但如果邢娜回不来，我一定亲手弄死你。
了你了？对梁陆二人施加压力，逼着他们与你合作。马上联系媒体放出消息，就说闽南的记忆很快就会全部恢复了，马上就会带领警方找到代孕基地。近日，沸沸扬扬的人口贩卖案终于有了新的突破。失忆女孩经过多次的催眠治疗，现在已经恢复了记忆。她正在绿藤公安局接受问讯，她将带领警方找出代孕基地，彻底打掉绿藤这颗最大的毒瘤。我们已经封锁绿藤市所有的公路、海域以及航空，现在你已经没有时间转移了。但是我求求你千万不要自首，因为很快我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把你从那条不见天日的暗河里给揪出来。我们还有最后一场。你这个离间计有多大的成功把握？编剧，还记得蒋佩瑶曾经在春安宾馆拍过的照片吗？你的意思是说蒋佩瑶拍着过梁泽浩？不确定，但是我们可以赌一把。朋友，你根据梁泽浩的体貌特征模拟出一个他曾经出现过春安宾馆附近的视频。明白。做好之后，加密，寄给四海公司。密码是多少？0608，这是陆大春被梁四海收为义子的日子，梁泽浩一定记得。好，目前为止也只能这样了，就按照方木说的，大家准备吧。啊，散会之前，我给大家介绍两个人。老田，辽省公安厅重案支队侦查员田木森。铁芬和他一个单位。他们夫妻二人可是公安部里挂了名的一级阴谋，来了3天了。他们假扮寻找受孕的夫妇，初见成效，已经接触到了梁泽浩。您的意思是，梁泽浩接了这笔代孕生意了，在这生死攸关的节骨眼上？是的。那我明白了，那我们就做出2手准备。我猜测他们不会真的交出邢娜，我们低估了他们对老邢的仇恨。他们应该是想让邢娜代孕，让邢娜和老邢都生不如死。台警官，我是陆大春。邢娜在哪儿？我同意你的计划，我可以把邢娜交给你，但是你要交给我的是给我开一条高速公路的绿色通道。考虑一下啊。哎，台委，来坐。找我有事儿？啊，是局长。那个，我得跟您坦白一件事儿。我见陆大春了，因为他说邢娜在他手上，但他提出了要求，说只要放在一条生路，只要他能活，邢娜就能活。那其他的女孩呢？他跟我说，其他的女孩都在梁泽浩的手里，只要我们能放了他，他就给我们消息，我们就可以抓过梁泽浩了。那你的意思？局长，娜娜已经失踪半个月了，我真的我等不了了，我宁可脱了这身衣服，我也得把她找回来。你这个计划，你有把握？应该没问题。行，我这就给你开出境证明。陆大春联系我了，今天下午交易，到时候梁泽浩会把邢娜带回去交给他。好，大家都精神起来，今天可是一场硬仗。首先把陆大春给我盯紧了，跟着他找到关押邢娜的地方。台委，哎，邢娜就交给你和大壮和阿展了。方木这边呢，盯紧了梁泽浩，找到他们的基地，救出所有的女孩。行动！地下室的摄像头已经被完全破坏了，我根本看不到他们在里面的行动。那我们下去吧。别着急，
他们一定会出来的。是陆大春，准备跟上，告诉太尉，准备交易。好，注意，梁泽浩的车出来了。哎，出来！秋周，你们俩跟上，找到基地，立即报告。方木，你也跟上吧。再等等，还有一辆没有出来。那小弟的车，跟他有什么用啊？这辆车里果然有人，以防万一，我来跟。货不错，我会好好用的。喂，估计照完膀胱了吧？对，好。叔叔，是我，你醒了，别怕，你现在安全了。叔叔，我爸在哪儿？小娜，别担心，他怎么样？他已经抢救过来了，在另外一个医院，你好好养伤，等伤好点了，便叔叔陪你一起去看他。你好好休息，我去找一下方木。我知道了。方木，行了。邢大，你醒了。大木头，你来啦。醒了就好，我们现在正在全力追捕绑架你的人。这个人，你见过吗？认识。这个是梁泽浩，他是四海集团老总的儿子。代孕基地见过吗？代孕基地。我爸13年前就抓过他，因为一起轮奸案。我爸所有的仇家、身份和长相，我都知道。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告诉我。他还说，如果以后见到他们，一定要远离他。你是在怀疑是他绑架的我？可是我被绑架之后，并没有见过他。我只见过一个叫长庚的人。方木，看来目前唯一能指证梁泽浩是凶手的，就只有陆大春了。至于那个长庚，太尉有危险。巨人钢厂，太尉，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辛娜的。时间不早了，
见。站住！是。飞哥！快点，让他跑了，快去！兔崽子！够得着吗？够不着。飞哥，来，上，来，站住！一、二、快点！飞哥，哎，对，哎，你来，哎，放我下来，放我下，飞哥，阿展，1、2、3。
台伟、大壮和阿展都在里边呢，快！排队！那边二百个人过去。中华，你呀，往众神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太伟，我在这儿。这边有人，快，快过来！快，快过来！快点，来，快点！来，站着干嘛？拉我一把，我受伤啊！梁泽浩，大雄，过来帮忙！陆大春这混蛋疯了，竟然给我安了炸弹！方警官，这他妈想灭口啊！不用装了。是怎么了，方警官？您今天心情不好啊？台伟在哪儿？擒拿获救了。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带走。你快！队长，排队！这儿没有，我这里也没有，没有，这里也没有，队长。开伟。方部，你放松点，你放松点！我已经让全市各分局的勘察人员再来一次，把这个现场整个再重新勘察一次。勘察什么？勘察水线，勘察路况，不是勘察，是搜救。没那么容易死，一定要活着！方木，方木，你冷静点！大雄，带他去休息。是。方木，抓紧点！唐瑶，你陪他去吧。他要是行了，马上报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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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死我了！哎呦，我也要去医院啊。疼吗？
疼就对了，说明啊肌肉还没坏死，您这手修理修理还能用，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的。啊！你们这是虐待！哎，小心我告你们啊！啊！陆大春死了，死无对证，他把这个黑锅背进了棺材里面，只剩下梁子豪。现在该怎么办？带他去医院，从这儿到医院不算远也不算近，我给你这一路的时间，除了不能使用暴力，用画像，用心理学，用平常你办案的时候超人一般的观察力，总之想尽办法，一定要拿到证据。明白了，我尽力。先把他送回去吧。是。谢谢编剧，谢谢方警官。走，是这样。你打听一个政策呗。是这样哈，一桩人口贩卖案，真凶正在逃，一场大爆炸，侥幸活下来一个目击者，而那目击者恰好就是警察。哎，你说这警察的供词能不能成为主要证据啊？我猜是不能吧。哎，方木警官，你为什么不上高速？哦，我下高速了。刚才在思考你的问题，走了神。哎，方木警官，您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应该不会是破案破不成了就耍赖，对我动用私刑吧？梁子豪。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从韩医生的手里面解救下来邢娜，她现在完好无损地躺在医院里。你的如意算盘没有大小。哦，是吗？哎，你们太牛逼了，能从我大哥陆大春手中救下，还能保持完好无损。你恨邢之森，恨邢娜，恨到这个地步。我想，应该不只是坐了10年牢那么简单吧？让我猜一下，一个18岁的少年，因为轮奸案进了监狱，却在一群穷凶极恶的罪犯旁边。他们究竟是做出了什么让你如此难以忘记的伤害？是群殴？哦，不是。那些囚犯大多都是中年，他们期间已经有女儿的。他们看到你这个因为猥亵少女的小混混，会不会有笔及此，感同身受，对你做出一些过分的事情呢？不是吗？看你长得还算是人模狗样的。18岁那个时候，应该还算清秀吧？你很可怜，像只小山羊掉进狼圈里一样，晚上睡觉应该都不敢脱衣服吧？可即便你捂得再严实，也会有松懈的一天。或许他没有来强硬的，而是先假装关心你，爱护你。但是你进了牢里，你只有孤单一个人，没有人会帮助你。不要再说了。
终于到了那一晚。闭嘴！闭嘴！闭嘴！那晚之后，你失去了男人的尊严，出狱之后，你决定通过复仇的方式排解痛苦，逃出阴影，因为你以为痛苦像藤蔓一样，不仅可以修剪，还可以转嫁。所以你陷害辛之森，绑架邢娜，即便自己就要落底的时候，还要想方设法让邢娜代孕折磨他们。因为你的痛苦比深渊无限庞大，它的边缘到了哪里，你就必须走到哪里，才能脱身，对吧？对，对。方木警官，为什么你每次说的话都那么的富有哲理，可是呢，却又那么的装逼？对不起啊，我实在憋不住。你在录音啊？啊，那好。哎，行呐。哎，等我回到市里了，我一定会来看望你的。啊，我知道你遭遇了那么糟糕的事故，我真的是特别不安，特别亏欠。我要向你道歉。你敢动邢娜一下试试？我没说要动她，我说我要跟她道歉。哎，你要干嘛？送你去地狱。大夫，他怎么样？小伙子真是命好，基本上没什么大碍，有点脑震荡，多休息。好，谢谢你啊。怎么样？喝点水吗？编剧，梁子浩在哪儿？被接走了。什么？被谁接走了？目前还不知道。春秋，躺好了。陈哲是不是逃出去了？不可能，一定是他，我的判断不会错的。方木，你好好休息，我已经派人去找梁子浩了，肯定能抓住他。梁子浩，编剧，我要出院，梁子浩有危险，不能让他死了。阿晨和大壮，只有他知道下落。太原还没有醒过来吗？他们也没什么大碍，已经醒了。大壮和阿展也找到了。我们已经把他们俩接回家了。
1500度的高温，把 DNA 都烧断裂了。如果不是台委亲眼所见告诉我们位置，我们都找不到他。像英雄，敬礼！台委，近日，远郊的聚源钢厂发生了一起大爆炸。该起爆炸跟横行绿藤市作案多起的人口贩卖组织有关。该组织利用精神病院做掩护，从事人口贩卖、以强迫代孕等违法犯罪活动多年。幕后头目多年来一直没有现身。据传，四海集团副总经理陆大春有重大嫌疑，警方目前正在全力搜证中。在此次任务中，2名警察英勇牺牲。小凡，你怎么在这儿？你是来找我的？是不是偷偷跑出来的？真没办法，我一会儿先送你回天使堂。我不回去。你不回去，赵大姐和周老师会着急的。反正他们还有更着急的事。天使堂保不住了，要拆了。周老师，你别着急，雅芬在我这儿呢，没事。我也不太清楚，他今天是怎么了？可能是天使堂要拆迁的事儿吧。怪不得。这样，周老师，我也在想想办法。你们现在在哪里啊？在我和台委的宿舍里。今晚就让雅凡在这里睡吧，我明天早上把她送到学校里去。好吧，那明天一早你直接送她回学校吧。好，放心吧，周老师。雅凡，你作业写完了吗？你今晚就在这里睡吧，明天早上我再过来接你。方木哥哥，你别走。雅凡，你先把手松开。好，我不走。你保证？我保证。
你醒了。亚凡，你早自习几点开始啊？早上7点的早自习。那吃完饭我送你去学校。你带我走吧。亚凡，你别想多了。拆迁的事情啊，我可以做你女朋友。你说什么？我会打扫卫生、做饭、洗衣服，我什么都会，绝对不会给你惹麻烦。你带我走吧。我先去买来早餐。吃什么呢？啊，一会儿还跑得动吗？100米11秒4，吃完更快。饿了吧？吃点。谢谢。干嘛呀？送饭啊！你怎么一天到晚就找吃的？谢先生为什么会这样？这正是他当年受到心理创伤时的姿势。好，那我们开始吧。那个时候 ，Z 先生11岁，因为嗓子发炎，好几天说不出话，住进了医院。有一天，帘子外面来了个医生。他没有拉开帘子，没有询问病情，没有查看点滴，他只说了一句话：“你知道你的嗓子为什么发不出声音吗？” Z 先生没有说话，因为他发不出声音。他向来最信任医生。那个医生又接着说：“因为有只虫子
趁你睡觉的时候钻进了你嘴里，咬坏了你喉咙，然后钻进了你的血管里。从那以后，Z 先生便时常觉得自己身体里有一只虫子，他开始用一只小刀把自己皮肤割开，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当年的梁泽浩因为闲极无聊觉得好玩，参与到斯金纳箱子实验中来，是他假扮医生，把这个可怕的故事告诉了 Z 先生。从那以后，Z 先生不得不割开了自己的手腕、手臂、肚子、膝盖关节、脚背、小肚子、屁股、腰、脑袋。什么情况？这么着急把我喊回来？陆大川死了，他们俩到底瞒着我干了什么？泽浩呢？死者女20岁出头，应该是窒息性死亡，而且这个凶手应该是第一次杀人。你又知道？如果是连环杀人案件，凶手一般会在犯罪现场留下他的个人印记，这个印记就像个人签名一般。这种签名在犯罪心理画像中也称为惯记，已经成为凶手性格中的一部分，而这种性格往往会在他杀人的时候才体现出来。有道理啊，但是在死者身上没有发现任何的签名。我们继续。他真正的死因是自杀，那么凶器应该是类似锤子的钝器。方木的车发生事故的地点，我们拍到了货车照片，车牌号是腾 C066222，据调查是辆套牌车，原来的车是一辆金杯，车主不在绿藤市。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发现其他有价值的线索。梁泽浩呢？啊？方木押送的路上被劫走了。大壮，他妈杯子都……
喂。喝水吧。谢谢。方墨，在你最应该去抓梁泽浩的时候，你却在这儿被子一蒙，装一个爬行动物。以后叫你方龟行吗？我知道你心里比谁都难过，但是你现在必须振作起来，保持清醒。查案哪有不死人的？流血、牺牲，甚至被活活铸成钢铁，这都在所难免。但是方木，这难道不是你一直坚持的正义吗？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不能让他们的血流得毫无意义。在大壮和阿展跳进钢炉的时候，他们一定想象不到，他们最崇拜的方警官，却连抓凶手的勇气都没有。我也想抓梁泽浩，比谁都想把他抓起来。但是，城湾宾馆、白须愚公、龙尾洞，加上之前的精神病医院，任何证据都指向了陆大春，没有一处证据可以证明是梁泽浩干的。现在陆大春死了，死无对证，解救的16名少女加上邢娜，没有一个人可以证明见过梁泽浩的脸，又是死无对证。就算我现在把梁泽浩抓起来，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定他的罪。你懂吗？方木，赶紧来一趟商业广场。梁泽浩死了。来，方木，和蒋佩饶、申宝成一样，仪式上。两位是方木台北吧？啊，对，您是？死的人是梁泽浩，他是我儿子。我先替我儿子给两位道个歉吧。我儿子从小我就缺乏管教，这次闯了这么大的祸，给两位警官惹了麻烦。我向二位表示很大的歉意。但是，即使我儿子做了这些事情，毕竟还没有被法院审判，那么在情理上来说，他也只是个犯罪嫌疑人，他享有一个公民所应该享有的权利——人身安全。而据我所知，我儿子是在你们押送途中
被一个犯罪组织劫走，遭杀害。不是，你想说什么？啊？没有，我就是替我儿子向你们表达歉意的同时，提醒两位，你们最终要为我儿子的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付出代价。怎么了？蔫了？怂了？你看看你们现在还有点警察的样子没有？我希望你们别给大壮和阿展丢脸。谈谈现场情况。是。凶手事先将气球装置藏在广场上一个伪装成艺术品的箱子中。到了设定好的时间，箱子打开，气球飞出。一如既往，现场没有发现凶手的指纹和其他痕迹。我们走访过值班保安，在后半夜发现一个安装工人，怀疑是教化厂所为。跟前2次一样，商业广场的监控也被黑客黑了。还是无法追踪。不过有了黑客的第3次现身，帮我采集了需要的比对数据。我已经分析了黑客在城市系统里植入的病毒代码特征，刚刚做了一个木马释放进系统里。现在就是守株待兔，只要这个兔子现身，哪怕只是露个耳朵尖儿，我们就能把它抓了。好。尸体方面呢？尸体上又出现了这个教化厂的标记。并且这个尸体皮肤多处都被画上这个红圈。所用的这个笔呢，是我们平常所用的这个刀口的标记笔。从这一块中能推断出是这个教化厂为了惩罚梁子浩给女孩做代孕，逼迫他们做剖腹产，所以才用了这种形式。死因是什么？死因这个报告是说的是极度疼痛休克而死。也就是说，与前2次交换案不同，这一次梁子浩死因明确。没有催眠师的参与，对不对？你什么意思？陈哲被我们拿着呢，而这一次没有催眠师，陈哲的问题很大，不是吗？不好意思啊，方梦，我提醒你一下，梁子浩这次呢，因为痛苦把自己的舌头都给咬断了，而他如果是之前那次遭遇到车祸的话，这种痛苦并不足以导致他们产生这种行为，并且我们在尸体的每一个被红圈划过的地方。在后面的神经，我们都发现了神经末梢坏死的现象。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例子，这事儿你应该清楚。暗示催眠，教化厂让死者感觉自己在做手术，正在做解剖，是这个意思。近日爆出的绑架代孕案震惊了全市，幕后黑手四海公司大公子梁泽浩随即被神秘组织执行死刑。教化厂虽然被认为是危害公众安全的恐怖分子，但群众对他的态度却不如官方那么苛刻。你是怎么办到的？很简单，先把梁子浩抓了，然后用绳子把他绑在椅子上。梁子浩这人像驴一样，不安分，挣扎，那就给他来一点微量的麻醉药，就一点点。这样就会让他睡也睡不过去，醒也醒不过来。然后施以强光照射，等到他眼睛承受不住而被迫闭上的时候，再施以数字引导，逼迫他进入深度催眠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反抗者催眠法。如果我是那个催眠师的话，我会像刚才说的那样做。10年前那场实验到底是什么？我就是随便那么一说，你真当我是凶手了？我人不在现场，电话也被没收了，你怎么还怀疑我呢？谁说催眠师一定要在现场的？
像你这么优秀的催眠师，可以把画出事先录好，然后转交给同伙，是吧？走吧。你是故意让我把你抓起来的吧？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骚气？大家都很高兴，不是吗？大家都知道这个社会上有这样的一个正义的组织，在代替神惩治邪恶的罪犯，犯罪率大大降低，人们生活得越来越幸福，这样不好吗？老乡，行囊我给你带来了。爸，你知道我又惹你生气了。你看，你都不愿意正眼瞧我了。我给你道歉好不好？我给你道歉。你别跟我这装睡了，老邢，老邢，老邢，住院费很贵的，你知道吗？爸，你快醒醒啊！我下次再也不这样了，我什么都听你的，你快醒醒，快醒醒，老邢！
这天使堂是保不住了，我的那点积蓄啊，只够在郊区的民营福利院给孩子们和小赵租了10几个床铺，不过租了10年。到那时候，孩子们应该长大了，能自己照顾自己了。周老师，这个您放心吧，我和编局申请的那笔救助款马上就会下来了，虽然不多，但是足够孩子们长大成人的了。哎，方木啊，往后我要是不在了，麻烦你抽空去看看孩子们。周老师，您说什么呢？您不跟孩子们在一起啊？人老了，总归是要走的嘛。您这是说什么呀，周老师？您呀，就像这皮箱一样，皮实着呢，看着老，再用个几10年都没问题。哎，小心小心，别踩这儿了啊！周老师，您这都什么年代的书了，还能用吧？不能用，我帮您收着。都是以前的念想，你不说我是老箱子了吗？可不，里边都装着老书呢。我帮你擦。哦，不用不用不用，咱我自己整理就行了啊。方木，米南要走了，你赶紧去吧，我等下就来。回去好好照顾自己，别多想。谢谢你。怎么了？没事儿，我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回去？你是在想，学校会不会给你处分吧？旷了这么久的课，离开学校这么久，我怕回去突然有些不太适应。这个暑假，你去立松市公安局参与实习，参与了一起重大案件的突破。由于事关重大，必须给予保密。换句话说，任何人问你细节处理，你都可以不回答。这上面有绿藤市刑警队台队长的电话，可以让学校给他打电话处理。不许动，把钱包交出来。给我一张你的照片，留着做个纪念，不介意吧？算了，忘了我吧。见到我就会想起这个多灾多难的夏天，忘了我，连同这个夏天一起忘记。别说，你说的有道理。走啦，杨云。方木，拜拜。美女，你是去绿藤老站啊，还是新站啊？老站我就不打表了啊。21岁，却把人生所有的坎都经历了一遍。对于闽南，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吧。闽南也属于 PTSD 的一种吗？怎么了？方木，你到底在怕什么？
梁泽浩死了，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杀死梁泽浩的人呢？杀死蒋佩瑶和申宝强的人呢？你一个都没有找到。这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神探。方墨，你到底怎么了？我在想，教化厂的存在到底是不是合理的？蒋佩瑶、申宝强、梁泽浩，他们一个跟踪，但是没有实施绑架；一个因为童年的一个伤害，而完全毁了另外一人；一个罪大恶极，拐卖少女，但我们却没有证据。他们无论哪一个，我们都没有做到，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恰恰相反，教化厂，他却做到了。来，杀了我！你怎么也？很奇怪是吧？为什么我仅仅是推了你一下就要死呢？可如果我是教化厂的话，我就制定一个准则：推了别人的就要死。每个人的个体不同，每个人的准则不同，每个人的正义也就不同。以暴制暴，根本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由此而引发的，只能是更惨烈的暴行。不要以为心理医生是神不是人，每次面对情绪失控的病人时，其实心理医生的内心并没有那么淡定。还有，当一个大男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在你面前哭的时候，那种感觉真是让人很崩溃。其实，在你毕业之前，我遇到过2起特别棘手的案子，比5年前唐师大连环杀人案，还有2年前那个孙浦连环杀人案，然后难办的多。当时连老邢还他妈躺着，当时连老邢都傻了，他让我去请你。但是我根本就没那么做，因为我不想让你掺和进来。黄永孝、马凯、陈曦、孙浦，一直到乔教授，一个个全是你的噩梦，他们都是你心理罪的来源。所以我就想着，你毕业之后应该去当一个老师，或者当一个医生，最次也当一个律师，都比当警察强。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很容易把个人情感带到案件中来，你同情凶手，同情犯罪，但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只要犯了法，就得有相应惩罚的方式，而这个方式不应该是一个人决定的。他披着神的外衣，其实一直在做恶魔的事情，你想是不是？太尉，有时候我挺羡慕你的。羡慕我什么？啊？羡慕我工资拿的比你高？那就嫉妒。羡慕你经历这么多之后，还能把心态保持成这样。这是夸我意志坚强。啊？不是，我是夸你傻逼。
傻逼快乐多了。有一句话叫“死者为大”，但是我今天突然觉得这句话说的不对，应该叫“生者为大”。为什么？因为死的人已经成为过去，而活的人还在认真的、努力的活着。我不知道那边的窗户里正在发生着什么，但是只要亮着灯，就意味着生活，意味着希望。而我们，不就是为了守护希望而生的吗？一般来说，像教化城这种以实现自己某种目的为理想的偏执性犯罪团体，他们对犯罪现场的指向性、合理性也非常偏执。他自己嗑的药。他们不希望世人曲解自己想要表达的理念，也就是说，这3起犯罪现场为什么会出现偏差？原因只有一个：教化场的动机并不单纯。通过这一系列的杀人形式，教化场的动机应该有2个，而我们应该从动机着手，从这个团体的成员着手。教化场还没有结束，教化案还会继续发生。这段期间，密切跟踪陈哲的行踪，监控电话，如果他有行动，务必确定他是如何进行的远程催眠。哎，咱们这天天这么盯着有用吗？啊，是要等他下一次犯案，还是怎么着啊？一定要在下一次案子发生前揪住他。揪住他？哼，那就得先揪出来是谁把这个话传给梁泽浩的。我告诉你，难，太难了。到点了，吃点东西吧。啊，点点外卖。你连问问那个唐优，问他吃不吃。你自己怎么不问啊？我发现啊，自打从那个居安钢厂回来之后，他老对我奇奇怪怪的，真的。我现在躲得远远的，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你给他打个电话吧。嗯？我给他，我不打，你帮我打一个。啊？叫我传话，不合适吧？那算不合适。你说我打，我说什么呢？别后来让他觉得我怎么着似的，其实就是觉得。太尉，你说陈哲会不会通过催眠同伙，让同伙去催眠梁泽浩呢？你是说他远程催眠的介质是个人？走。魏方木，陈哲不在家。
别半途而废，把印堂硬想象成烟。这都你干的吧？催眠自己，可以改变或者阻断自己神经信号的传递，也可以在暗示下形成虚拟信号。一个催眠师告诉被催眠者，这支铅笔是根香烟，被催眠者就会真的津津有味地吸起这支铅笔来。暗示催眠，尝尝。周老师，我想跟您聊聊。是关于廖亚凡？是关于10年前的那场实验。叫化场。周振芳，男，1945年9月7日出生于天阳市。196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1971年7月分配至长阳市师范大学任教。1983年，社会科学院心理学院研究所正式成立，周振邦被任命为主任。1999年，周振邦突然辞职，之后去向不明。据我所知，12年前，周振邦改名为周国清，在绿藤市成立了一所孤儿院，而他本人就坐在我面前。我记得天使堂命名的那一晚，您曾经提起过，您去过哈佛大学一所最高的白色建筑物里听课的事情。那时候啊，我每天都要到一所最高的白色房子里边去听课。哈佛大学最高的建筑是威廉·詹姆斯楼，它的外形酷似一所白色的写字楼，而那里实则是心理学系的所在地。我在天阳市心理学专家那里搜查到周姓人士，很容易就找到了您。都查那么清楚了，还有什么可聊的呢？我想聊的是你跟教化厂的关系。
方木啊，你想知道的，我都可以告诉你。但是，请你把这当做一个老人对他前半生所犯错误的忏悔。我不知道你听了之后会不会原谅我。但是，请你相信，从我创办天师堂那天起，我就已经打算用自己的余生来赎罪。我所在的80、90年代，是一个思想遭禁锢的年代。我在那个时代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所以一旦有了可以施展自己抱负的空间，就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它。在我担任心理学研究所主任期间，我选择了一个课题：斯金纳箱子。我在那场革命期间，看到了太多违背人们本性的行为。我很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引发了那次全民性质的集体失常。直到斯金纳箱子理论告诉我，人类没有所谓的自由意志，纯粹受到外界刺激的影响。斯金纳梦想以行为工程学来构建人类社会，以行为理论来控制人类的行为。因此，我设想建立一个在外部影响人类行为的场域，并把它命名为教化场。您的意思是，用刺激影响人的行为，进而培养出你想要的习惯和个性，就像训练动物那样。我理解你的反应，但在当时，对我而言，学术成就实在是一个太有诱惑力的东西。即使将来我像斯金纳箱子一样受到世人的唾骂，只要能为人类探索自身的奥秘做出努力，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做出贡献，那是值得的。所以，我决定启动教化场。我安排助手在实验对象的生活中人为的制造一些遭遇。人为制造遭遇？对，这样就可以让他们按照我们的设想去恐惧、去思考、去行动。换句话说，去成为我们想要他们成为的人。第一个实验对象是沈香，他所遭受的刺激是恐怖的味道。我安排助手跟踪沈香，将他绑架，在他最恐惧的时候告诉他，记住那个味道。你这辈子都会带着我的味道回去。第二个实验对象是谭记，他所遭受的刺激是恐怖的空间。有人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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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把
有没有人啊？我要回家，放我回家！第3个实验对象，曲蕊，他所遭受的刺激是恐怖的物体。第4个实验对象，薇薇。薇薇，我和你周爷爷从今往后就搬到福利院去了。纸上是地址，你不认识的字儿，我已经用拼音标出来了。如果你到了这里，记得按照地址去找我。薇薇那会儿才6岁，我安排助手在他学校的厕所里扮作鬼来吓他，因为我希望他所遭受的刺激是恐怖的想象。朱老师，是你害死了薇薇。没错呀，是我害死了他。是我的虚荣，我的所谓理想害死了他，所以我想尽一切办法去赎罪，毁掉了实验，赶走了我的助手，离开了心理学行业，用我所有的积蓄创办天使。我要好好培养这些受过伤害的孩子，以此来弥补我前半生造成的罪业。后来，我发现我所做的一切弥补，根本无法与沈香、谭静和曲蕊他们当年所造成的伤害无法比拟。从罗家海的案子开始，紧接着的地下迷宫、玩具熊，我知道他们的痛苦开始逼迫他们采用偏激的手段来治疗自己，他们要把当年的害怕消灭掉。你是说心理剧？对，这是治疗 PTSD 的一种方式，分为叙事、重新演出、宣泄和仪式4个阶段。患者通过对过去伤痕的重新展现，克服自己的心理阴影。也就是说，教化场的成员全部由当年的实验对象组成，他们找到彼此，然后组织起来，互助犯罪。从地下迷宫案开始，我明显地感受到了一种奇异的仪式感。他们在重新演出当年给他们造成伤害的场景，但是我发现有人篡改了心理剧的结局。真正的心理剧应该是以治愈为目的，而不是将当年对你造成伤害的人杀掉。有人在利用当年的实验对象，达到自己的目的。
周老师，您当年只做了您刚才所说的4个实验吗？但是最近一起交换案，梁泽浩身上画满了红圈，代表的是抛开皮肤。您当年有没有做过第5个实验，类似于恐怖的痛觉？没有，我以为是最后一个了。等等，您当年的实验对象中有没有一个叫陈哲？没有。陈哲是我的助理。你这辈子都会带着我的味道。我是刚来18公司的，走吧。电影快开始了，咱们一边看电影一边走吧。不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我要回家，放我回家。就在昨天晚上，我突然听说陈哲一直就在这个旅程室里。本来我想去他的诊所问个明白，可是他人不见了。问您几个问题。第一，当年的实验中，您只派了陈哲去实施的吗？第二，针对沈香的案件中，您要求过陈哲强奸沈香了吗？第三，您当年放弃实验之后，陈哲去了哪里？他告诉我，他去了美国，去了哈佛。我明白了。我想，江培瑶、沈宝强、梁泽浩，你当年并不认识吧？对。可谭季、曲蕊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无关的人当作心理问题的象征来杀掉呢？他们当年根本没有参加过我的实验。谭季、曲蕊他们被陈哲利用了，也就是说，当年的焦化厂计划并没有终止。对不起，到现在才告诉你这些。当我知道谭季他们可能是案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造成的，我不能再一次出卖他们了。我明白，你是在同情他们。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当年所做的实验，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无比、危机四伏的焦化厂？杨宇，你怎么样？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联系我？还好。那就好。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陈哲很危险，最近不要跟他接触。实际上，今天上班我发现他的办公室已经空了。能告诉我他犯了什么罪吗？组织杀人。明白了。注意安全。好，你也是。
哎，你们找谁啊？他呀，昨天离职了，工资也不结，抱着3天指南针就颠了，不是跑路了，就是发大财喽。方木，销户了，移民国外，10几年前的事情。最近有入境记录吗？查不到，人家可是外宾了呀。台队，干嘛？这儿挺好的，这儿凉快。你忙你的啊。我真的有事儿要告诉你，你快过来，给你看点东西。方木，16岁，我在老家跟小孩打架，打输了，半夜让我留在石灰斗他们家吃汤，杀了整整1汤鱼。19岁做地下6合彩，搞得镇子里2个老人输光家产，自杀了。25岁贩木材，就他妈我的身上闹虫灾，长得不好，所以我就把别人家的山烧了整整3天，天上飘了半个月的黑灰。哈哈，30岁我就牛逼了，走私，半个海关全是我的人，所以该被教化的人是我。教化场表面上仁义道德，一视同仁，实际上也就是一帮欺软怕硬的孬种。你们所谓的教化社会，无非是追逐名利，来满足你们自己内心龌龊的欲望。你们想证明自己，那就来教化我吧。怎么，是来抓我的吗？哼，就你坦白那些事儿，足够把牢底坐穿了。万物命运自有天定，如果2位真想抓我的话，就带拘捕令再来抓我吧。姚先生，知道您这几天过得很艰难，但是不要以身犯险。您这样做，于事无补。我梁四海做什么事情，没人管得着。2位如果不是办案的话，就请离开吧。斯金纳，美国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创始人。斯金纳箱则是他的一项最著名的研究成果。将一只小白鼠关在一个有按钮的箱子里，
小白鼠不按按钮，箱子通电。于是小白鼠学会了按按钮。但遗憾的是，一旦箱子不再通电，小白鼠按按钮的行为将会迅速消失。这就说明，一旦惩罚消失，行为模式也会迅速的消失。长远来看，惩罚并没有为行为带来显著的效果，在现实生活中，反而惩罚会带来严重的反效应。这就说明，他们完全误会了纳金斯。斯金纳，对，斯金纳，斯金纳。